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健康秘密：关节炎、三高和癌症竟然可能都有同一个病根。或许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奶奶每天抱怨膝盖痛、关节炎，爸爸长期和高血压、高血糖奋斗，典型的三高患者，某位朋友的亲人甚至罹患了癌症。这些疾病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越来越多医学研究指出，它们背后可能都潜伏着同一把火，那就是慢性发炎。许多医生和专家近年来都在强调，慢性发炎是现代文明病的共同根源，有人甚至称它为万病之源。究竟什么是慢性发炎？为什么它会同时牵连到这么多不同的疾病？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背后的元凶居然与我们每天吃的某些食物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惊人的真相，找出那些让身体持续发火的5大类饮食凶手，并学习医师推荐的4招自然疗法，来帮助我们灭火、改善体质，远离疾病的纠缠。首先，我们得先了解什么是慢性发炎。发炎其实是身体自我保护、自我修复的一种方式。当你感染细菌、病毒、受伤或生病时，身体会启动发炎反应，派出免疫大军对抗外敌或清理损伤。这时你可能会看到红肿、发烧、疼痛等典型的发炎症状。适度的发炎反应就像消防队扑灭小火，帮助身体愈合，这是很正常也很必要的现象。然而，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低程度的发炎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慢性发炎，情况就不妙了。想象一下，消防队不但没有退场，反而日夜不停地在体内喷洒泡沫来救火，时间一长，不该淹的地方也淹了，正常组织也开始受伤。慢性发炎就是这样在无形中破坏身体健康。医学界的研究发现，慢性发炎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慢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举例来说，许多银发族受到困扰的退化性关节炎，以及免疫系统失调引起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都是关节长期处于发炎状态造成的疼痛与退化。所谓的三高，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糖和高血脂，也都和身体慢性发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我们的血管内壁发炎，容易堆积胆固醇斑块，血管弹性变差，血压就升高了。脂肪组织发炎时，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血糖也跟着居高不下，甚至血脂过高本身也会刺激身体释放更多发炎介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另外，癌症就更不用说，科学家形容慢性发炎就像给癌细胞提供养分的温床，长期发炎的组织中，细胞反复受损又修复，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累积基因突变而走上癌变道路。像慢性肝炎经年不愈，容易导致肝癌、幽门杆菌长期感染，引起胃黏膜发炎，可能导致胃癌；溃疡性结肠炎则大幅提高大肠癌风险。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可见慢性发炎真可说是沉默的杀手，让身体处处埋下疾病的地雷。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慢性发炎这么可怕，那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来预防或减缓它呢？饮食真的有那么大影响吗？难道为了抗发炎要天天吃素吗？别担心，医生们指出，我们并不一定要吃全素才能对抗发炎，但必须学会避开一些最容易引发发炎反应的食物。毕竟，病从口入这句老话诚不我欺，很多看似美味的食物，其实正在我们体内火上加油。现在，我们就一一揪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5大促炎食物，看看您是否也常常中招，而它们又是如何在体内兴风作浪的。第一大罪魁就是糖和高果糖糖浆，喜欢甜食的人可要注意啦。过量的糖分是慢性发炎的头号帮凶之一。糖，特别是含有高果糖的各种精致甜味剂，例如高果糖、玉米、糖浆，几乎无处不在。不止蛋糕、饼干、糖果，许多酱料、饮料、加工食品里也都加了大量糖。想想你最后一次喝下甜滋滋的手摇饮料时，是否注意过自己心跳加快、身体发热？那可能就是糖分在体内点燃了发炎之火。科学家做过许多实验，结果相当惊人。无论在人类还是动物身上，摄入太多糖都会让体内的发炎指数明显升高。有实验喂食小白鼠高糖饮食，结果小鼠体内出现严重的全身性发炎反应，甚至长出了乳房肿瘤。
而且还转移到了肺部。换句话说，糖吃太多不仅让人发胖，诱发糖尿病，还可能直接催生癌细胞，后果相当可怕。除了诱发体内发炎，爱吃甜还会引来一大串健康问题，肥胖、胰岛素阻抗，导致血糖升高，第二型糖尿病、脂肪肝、肾脏病变等等。当然也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癌症风险。糖可说是健康的头号大敌之一。有些人可能心存侥幸的想，我平常爱喝含糖饮料，吃甜点没关系，之后多吃几颗维他命或鱼油胶囊来弥补就好了。但现实恐怕没这么简单。一项有趣的研究让实验鼠同时摄取容易发炎的高糖饮食和抗发炎的鱼油补充，结果发现，在高糖环境下，鱼油原本的抗发炎益处完全显现不出来。也就是说，当你大量摄入糖分时，再多的保健食品都难以扭转其带来的坏处。与其事后补救，不如平时就管住嘴，少吃那些额外添加的精制糖，从源头减少发炎诱因。有些人可能还会问，难道我这辈子都不能碰甜食了吗？其实也不至于这么严格。如果想解馋，可以用新鲜水果来替代蛋糕点心。水果所含的是天然果糖，搭配丰富的膳食纤维，对血糖和发炎反应的影响相对温和。只要不另外加糖浆或奶油，适量吃水果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不会令身体承受过多的炎症风险，何乐而不为呢？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摄取过量果糖还会增加血液中的尿酸浓度，尿酸高了就容易在关节中形成结晶，引发痛风，一种剧痛的关节炎。不少爱喝含糖饮料的人年纪轻轻就痛风发作，就是因为果糖把尿酸推上去的结果。所以为了您的腰围，也为了您的关节，还是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吧。总之，远离含糖饮料和各种添加糖的加工食品，是对抗慢性发炎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第二大罪魁就是人工反式脂肪，这是一种隐形杀手，长期潜伏在我们日常的烘焙食品和油炸零食里。所谓人工反式脂肪，指的是人造奶油等氢化植物油中含有的反式脂肪酸。上个世纪，人们一度以为这种人造的植物奶油比传统的动物奶油更健康，没有胆固醇，常温下成固体又方便保存，烘焙起来香酥可口。然而，科学研究最终揭穿了这个迷思，反式脂肪对健康的危害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甚至比猪油、牛油还更糟。它不但会让体内发炎反应升高，还会降低有益心血管的高密度胆固醇。好，胆固醇并影响血管内皮细胞功能，使心血管疾病风险大大增加。想象一下，你下午茶吃下一块松软酥香的牛角面包，当下满口都是幸福滋味，但你的身体细胞却可能在暗自皱眉，因为反式脂肪的分子结构和天然脂肪有细微差异，就好比一把形状怪异的钥匙插进细胞的锁孔，不仅打不开锁，还可能卡在那里，干扰细胞的正常运作。免疫系统发现这些长相可疑的分子后，会视其为敌人发动攻击，引发发炎反应，把本来健康的组织也卷入战火。长期吃下过多的反式脂肪，就等于在体内埋下一颗慢性发炎的定时炸弹，迟早会引爆。那哪些食物含有反式脂肪呢？常见的包括面包店里香喷喷的酥皮点心，如可颂、丹麦面包、夹馅饼干、蛋糕、派饼，以及超市贩售的洋芋片、薯条、炸鸡等各种油炸食品和零食。某些奶精、植物性奶油、花生酱中以前也含有反式脂肪，用来增加口感和保存期。如果你看到食物包装标示上有部分氢化油或氢化植物油字样，那10之8九就含有反式脂肪。好消息是，现在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反式脂肪的危害，纷纷立法禁止食品中添加部分氢化油。像台湾在2018年就正式禁用了人工反式脂肪。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各国在2023年前全面淘汰工业用反式脂肪，可见其杀伤力之大。目前市面上的饼干点心许多已标榜不含反式脂肪，这是好的开始。不过大家买零食时还是要养成看营养标示的习惯，避开任何反式脂肪含量不为零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食品标签中的0克反式脂肪未必真的是0，只要每份低于 0.3 克，厂商就能标示为0。
因此如果吃下一大包，累积的反式脂肪可能远超标而不自知。为了您的心脏和身体不发炎，还是尽量少吃油炸加工零食。想解馋时，可以改嚼坚果或吃新鲜水果哦。顺带一提，除了包装食品，反复高温油炸也是产生反式脂肪的一个途径。街头那种重复使用多天的油锅，油脂在高温长时间下会产生氧化含反式异构，炸出来的食物同样潜藏发炎风险。因此，少吃路边摊的油炸物也是避免摄入反式脂肪和其他氧化物的明智选择。第三大罪魁就是加工肉品。听到这里，喜欢培根、香肠的朋友可能要皱眉了。没错，各种加工肉类也是引发慢性发炎的一大帮凶。香肠、热狗、培根、火腿、肉松、肉干、腊肉，这些咸香美味的肉品和新鲜肉类相比，有一个关键差异，它们在制造过程中往往经历腌制、烟熏、风干或高温烹调，而这些工序会产生对健康不利的物质。举个例子，当肉类长时间受热时，肉中的蛋白质会和糖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生成一类不可逆的褐色物质，科学家称之为糖化终产物 AGEs。 这些物质会让蛋白质丧失正常功能，体内酵素也难以分解清除，结果在体内累积，对细胞造成刺激和伤害，引发慢性发炎。另外，许多加工肉为了增色、防腐，会添加亚硝酸盐等物质。亚硝酸盐在人体内可能转化为亚硝胺，这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同时也会加剧体内的氧化压力和发炎反应。你或许听过，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加工肉类列为1级致癌物，特别与大肠癌风险息息相关。不少名人因大肠癌离世，他们的饮食习惯中往往都少不了培根、香肠等加工肉。有一项在欧洲进行的大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饮食中超加工食品，包括加工肉品、含糖零食等的比例每增加 10%， 未来整体死亡风险就增加约 14%。 换句话说，天天把加工食品当主食的人，平均寿命恐怕会被无形中缩短。听起来很吓人吧？当然，我们不是要大家从此对培根火腿敬而远之，而是希望提醒您，再美味的加工肉也不宜顿顿吃，常常吃，偶尔解馋可以，但一定要适量。平日最好还是以新鲜的原型肉类为主，比如自己买一块鸡胸肉或瘦猪肉，用健康的烹调方式清蒸、水煮、烤来取代培根香肠，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避免摄入过多盐分和化学添加物，身体当然更不容易发炎啦。第四大罪魁就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指的其实就是我们日常饮食中那些过度精致的淀粉类主食，例如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蛋糕、饼干、甜甜圈，甚至许多早餐谷物、玉米片等都属于这一类。碳水化合物本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含碳水的食物都不好，而是强调现代人往往吃进太多缺乏纤维的精致淀粉，却摄取不足天然的全谷杂粮。精致碳水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膳食纤维，且消化吸收速度过快，就好比一把细柴火，刷地一下就烧完了，带来一股短暂的高热。吃下一碗白饭或一块蛋糕，我们的血糖可能在短短半小时内飙升至高点。身体为了应对高血糖，要大量释放胰岛素来把糖分送进细胞。血糖下降后，我们又会感到饥饿、疲倦，想再吃更多碳水，如此反复的大起大落，身体的代谢系统不堪重负，免疫系统也受到干扰，结果就是引发潜在的慢性发炎。许多研究发现，高 GI 升糖指数，饮食的人体内发炎指标，如 C 反应蛋白普遍较高，这与精致碳水的大量摄取脱不了关系。此外，没有纤维的淀粉对肠道也很不友善。纤维是益生菌的食物，能帮助培养出健康的肠道菌丛，保护我们消化道的黏膜屏障。而精致淀粉几乎去除了所有纤维，等于把食物中对肠胃有益的防护垫给抽掉了。失去纤维的缓冲，肠道更容易陷入慢性发炎状态。一些临床观察显示，长期大量摄取精白淀粉的人，比起多吃全谷类的人，更容易出现肠道不适、肥胖等问题。
发炎相关的指标也较为偏高。难怪有句戏言说，白米白面吃多了，毛病跟着来，虽是调侃，却反映了真相。如果您希望降低体内慢性发炎的程度，不妨从主食开始调整，用糙米、燕麦、全麦面包等富含纤维的全谷类来取代一部分白米白面，或至少搭配蔬菜一起食用，减缓淀粉消化速度。举个简单例子，同样是一碗饭，把白米换成糙米饭，加上一碗烫青菜，不但更有饱足感，饭后血糖也比较平稳。当血糖稳定，肠道环境友善了，身体自然就不容易发火了。第5大罪魁就是过量的酒精，适量喝点小酒可以放松心情，但千万别以为酒精是什么养生秘方。很多人听说红酒有抗氧化、保护心脏的作用，就每天喝上1-2杯。也有人周末聚会狂欢，啤酒一瓶接一瓶灌，认为年轻没关系。但是酒精对身体的影响可说是利少弊多，一旦过量，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那一点点潜在益处。医师建议，一般女性一天饮酒量不超过1份，男性不超过2份，大约等于1罐啤酒或1小杯红酒的酒精量。如果超标，酒精就可能在体内兴风作浪，诱发慢性发炎。也许你会好奇，酒喝多了到底会怎样引起发炎呢？答案就在我们的肠道和肝脏里。首先，过量酒精会刺激并损伤肠胃黏膜，让原本紧密排列的肠道细胞出现漏洞，结果肠道里的一些细菌毒素趁机钻过破损处，进入血液循环。专家形象地称这种现象为肠漏症，意思是肠道屏障变得不密闭了。这些闯入体内的细菌类毒素会让免疫系统大为紧张，不断释放发炎讯号，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同时还可能直接伤害肝脏等器官。难怪酗酒的人常常不止肝硬化，连心血管、免疫系统都出问题，就是因为体内长期处于高度发炎的状态。另外，酒精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乙醛等有毒物质，也会对细胞造成攻击和发炎。很多人喝醉酒隔天会觉得全身倦怠、喉咙疼痛、嘴里长溃疡，这些都是酒精让身体发炎上火的警讯。酒精对代谢的另一个坏处是会提高尿酸，尤其是啤酒含有嘌呤成分，会让尿酸飙升。前面说到尿酸高会诱发痛风关节炎，所以经常豪饮啤酒的人，脚趾关节痛发作的几率也随之增加。可以说，酒精几乎对身体每个角落都有负面影响。如果长期大量饮酒，胃溃疡、胰脏炎、酒精性肝炎、心律不整等毛病都可能找上门。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大家滴酒不沾，而是希望各位适可而止。想想每次大醉后身体难受的经验，那就是身体在对你喊救命了。下次碰杯畅饮时，不妨提醒自己和朋友小酌怡情。但暴饮伤身，一旦喝太多，身体的发炎警报可就要大响了。总结一下，引发慢性发炎的5大类饮食地雷，包括高糖，尤其是含大量果糖的精制糖、人工反式脂肪、加工肉品、精致碳水化合物和过量酒精。这些东西如果经常大量摄取，简直是在身体里玩火。了解了敌人，我们才能更好的对症下药。接下来，医师要传授大家4招自然疗法，从生活各方面入手来对抗慢性发炎，改善体质，让我们的身体不再动不动就上火生病。第一招就是调整饮食结构，改吃抗发炎餐。既然吃错东西会惹祸，上天也很公平地提供了我们吃对东西来灭火的机会。许多研究指出，以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和健康油脂为主的抗发炎饮食，有助于降低全身的发炎反应。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范本就是地中海式饮食，它强调多吃深颜色的蔬菜水果，例如绿叶蔬菜、番茄、莓果，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例如深海鱼、亚麻籽、核桃，适量坚果含橄榄油等健康油脂，同时少吃红肉、奶油和精制糖。这样的饮食模式提供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和抗发炎营养素，被证实可以降低体内发炎指标，例如 C 反应蛋白的浓度。反观典型的西式饮食，汉堡、薯条、香肠、可乐、蛋糕等高油高糖食物唱主角，难怪被称为发炎饮食。
我们不妨学习地中海饮食的精神，在餐盘上来个加减法。所谓加减法，就是加更多的蔬菜水果、全谷杂粮，减一些红肉、加工食品。举个例子，早餐把培根蛋换成燕麦粥加蓝莓坚果，午餐多夹一份生菜沙拉，佐橄榄油醋酱，主菜用烤鱼取代炸鸡，晚餐以糙米饭配清炒时蔬和蒸豆腐鱼片。听起来是不是很健康？一开始也许不习惯，但给自己一段时间适应，你可能会发现体重下降了，精神变好了，就连平日困扰你的小毛病，比如皮肤发炎、关节僵硬，都减轻不少。这就是改变饮食结构为身体带来的正面回馈。另外，调整饮食结构的一大目标就是控制体重。别忘了，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本身就是慢性发炎的来源之一。脂肪细胞，特别是内脏脂肪，会分泌各种发炎物质，胖人身体里往往处在一种轻微发炎的状态。因此，透过健康饮食和适当运动达到体重控制，不仅是美观需要，更是降低发炎、预防疾病的关键步骤。有研究指出，减重可显著降低操纵者体内的发炎标记物，所以餐桌上少油少糖、多纤维高营养，就是在为您的身体减负，减少慢性发炎的几率。第二招就是善用益生菌，养好肠道并修复肠漏。刚才我们提到，肠道健康和发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不光是酒精会导致肠漏症，平时高脂高糖的饮食、精神压力大、熬夜失眠等等，都可能破坏肠道黏膜屏障，让坏菌有机可乘，引发慢性发炎。因此，保养肠道就是在消灭发炎的源头。人体肠道中居住着上百兆个细菌，科学家估计，我们体内超过70%的免疫细胞都分布在肠道及相关淋巴组织中。可见，肠道不仅仅是消化器官，也是免疫系统的大本营。如果肠道菌丛失衡，黏膜受损，免疫系统就会陷入持续的警戒状态，整天如临大敌般释放发炎物质，久而久之就演变为全身性的慢性发炎。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调整饮食和补充益生菌，来打造一个健康的抗炎肠道。益生菌可以直接增加肠道里有益菌的数量。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发酵食品来摄取天然的益生菌，例如优格、优酪乳、传统发酵豆腐乳、德式酸菜、韩式泡菜、味噌汤等等，都富含乳酸菌或双歧杆菌等对肠道有益的细菌。有些人如果肠胃特别不好，或是因病服用抗生素破坏了肠道菌丛，也可以考虑在医师指导下额外服用益生菌补充剂，选择可信赖的菌株和足够的菌数，持之以恒的补充。除了直接补充好菌，别忘了还要喂养它们壮大。所谓益生元指的就是膳食纤维和寡糖类这些好菌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类，尤其是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材，像燕麦、苹果、地瓜、洋葱、豆类等，就等于在给肠道里的好菌加菜。好菌吃得饱，长得壮，就能抑制坏菌，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减少肠漏的发生。有人形容肠道菌丛就像森林生态系，菌种多元且平衡时，整个环境就健康稳定。一旦乱砍滥伐，坏菌过多，好菌不足，整座森林都会生病。我们想要身体不发炎，就得先照顾好肠道这座免疫森林。第三招就是摄取天然的抗发炎营养素。大自然其实提供了许多对抗发炎的武器，我们可以善加利用，将它们作为日常保健的一部分。首先值得推荐的是 Omega-3 脂肪酸。Omega-3 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存在于深海鱼、鲑鱼、青鱼、沙丁鱼、亚麻籽、奇亚籽、核桃等食物中。它能抑制促发炎因子的生成，同时促进抗发炎物质的产生，对心脏、血管和脑部健康都有益。有研究显示，经常摄取 Omega-3 的人，体内发炎介质浓度较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较低。因此，每周吃2到3次富含 Omega-3 的鱼类，或每天补充1匙亚麻籽油、几颗核桃，对抑制慢性发炎大有帮助。再来是一位抗发炎明星姜黄。姜黄含有的姜黄素是公认的强力抗发炎成分。传统的印度和中医药很早就使用姜黄来治疗炎症。现代科学发现，姜黄素能阻断身体内一些引发发炎的途径，
比如姜黄素可以抑制 COX-2 等发炎酵素的活性，类似于天然的消炎药。对于关节疼痛、肌肉发炎的人来说，在日常烹调中加入姜黄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试着煮姜黄牛奶或泡一杯姜黄茶，或者在炖菜、咖喱里加点姜黄增色提味。长期坚持有机会感受到关节僵硬减轻、过敏反应减少等变化。有研究对比了姜黄素和传统止痛药在关节炎患者身上的效果，结果发现每天摄入一定剂量姜黄素的人，关节疼痛和炎症指标的改善程度不亚于服用药物，这是不是很神奇？除了姜黄，我们的厨房里还有其他天然的消炎药，生姜就是一例。姜含有姜辣素等物质，不仅能促进血液循环、驱寒暖身，也具有抗氧化和抗发炎作用。喝姜茶可以舒缓喉咙发炎，改善感冒引起的不适。再看大蒜，它富含大蒜素，有抗菌抗发炎效果，经常吃大蒜对预防感染及减少炎症反应都有帮助。还有绿茶，它富含儿茶素，特别是 EGCG， 被证实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抗发炎能力。每天喝上1-2杯绿茶，可以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降低发炎反应。顺带一提，很多人喜欢喝红酒来摄取葡萄中的白藜芦醇以抗氧化。白藜芦醇确实是好东西，但与其冒着酒精带来的危害，不如直接吃新鲜葡萄或莓果，既能获得类似的抗发炎成分，又没有酒精的副作用。此外，维生素与矿物质的充足摄取对抗发炎也很重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是2大抗氧化维生素。维 C 丰富的水果，如奇异果、芭乐、橘子，和维 E 丰富的坚果，如杏仁、榛果，都是日常应该多加的食物，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发炎损伤。维生素 D 则是许多人容易缺乏，但对免疫调节非常关键的营养素。近年来研究发现，维 D 不足的人更容易罹患自身免疫疾病和发炎相关问题。因此，适度晒太阳或从饮食，如深海鱼、蛋黄和补充剂中获取足够的维 D， 也是在为身体的抗发炎防线加砖添瓦。第4招就是调整生活作息并聪明减压。再好的饮食和营养补充，若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来配合，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慢性发炎往往被称为无声的炎症，它潜伏在身体里和日常生活的压力息息相关。我们需要从生活方式入手，全方位降低发炎风险。首先是充足且规律的睡眠。睡眠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当我们进入深层的睡梦中，体内会启动一系列自我疗愈机制，包括分泌生长激素、修复组织、清除脑中的代谢废物等等。如果长期睡眠不足，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整，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准会居高不下，这本身就会促进发炎。很多人经验过熬夜之后喉咙肿痛、青春痘暴增，就是因为免疫系统在睡眠不足时变得混乱，发炎反应失控所致。请务必保障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最好能固定在差不多的时间上床起床，培养规律的生理时钟。睡得好，身体才能把不必要的炎症刹车踩住。再来谈运动，运动对抗慢性发炎的效果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一方面，规律运动能帮助消耗多余的热量，防止肥胖，甚至减少原本过多的脂肪储存。而正如前面提到的，脂肪尤其是肚子的内脏，脂肪少了，发炎因子的来源就减少了，身体处于发炎状态的几率也跟着下降。另一方面，运动本身也会使肌肉分泌一些对身体有益的物质，如肌肉因子，其中有些具有抗炎作用。还有，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加速把体内的炎性物质排出。科学家发现，饭后散步30分钟能降低血糖与发炎指标。长期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人，他们体内的慢性发炎标志物明显比久坐不动者低。当然，运动要适量，量力而为。过度训练造成身体劳损，反而会使组织发炎。所以，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指引，选择喜欢且可长期坚持的运动吧。不管是快走、慢跑、游泳、骑脚踏车，还是每天跳舞半小时，都比窝在沙发上玩手机来得强。让身体动起来，细胞才有活水去洗涤炎症的痕迹。最后，
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心理压力对发炎的影响。当一个人长期处在焦虑、紧张、情绪低落的状态时，体内的压力荷尔蒙持续升高，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可能变得过度敏感，对本来无害的刺激也释放发炎讯号。现代医学已经证实，慢性压力会让全身的低度发炎反应明显上升。有些上班族在高压专案期间容易生病，牙龈肿痛，甚至诱发带状疱疹，就是压力坏蛋在作祟。因此，我们要学会自我减压，每天抽一点时间做让自己放松的事，深呼吸、冥想、瑜伽、听音乐、热水泡脚，哪怕只是10几分钟，都能让交感神经平静下来，平衡体内的压力反应。如果工作生活实在压力大，也别忘了向家人朋友倾诉，寻求支持。有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交支持和乐观的心态能降低炎症指标，反之，孤独和抑郁则会让发炎程度上升。把情绪的火气降下来，身体的火也会跟着小下去。总而言之，慢性发炎就像潜藏在体内的野火，会在不知不觉中烧出一身病来。但我们并非无计可施，只要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处下功夫，就能将这把火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远离高糖、反式脂肪、加工肉、精致淀粉和过量酒精等助燃物，改用天然新鲜的原型食物来均衡饮食，善待我们的肠道菌虫，必要时补充益生菌，充分利用来自食物和大自然的天然抗炎营养素，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并学会减压这4大方向，齐头并进，您将慢慢培养出不易发炎的体质。届时，不仅关节炎可能减缓，3高风险降低，连癌症这种绝症的发生率也有望随之下降。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市，需要我们悉心维护各项防火措施，才不会让点点星火毁了体内的健康基石。从今天开始，就与体内的慢性发炎说再见吧。让我们重建身体的平衡与元气，迎接没有病痛缠身的美好生活。